今天我们来解决多模型 API 密钥混乱、额度容易卡壳的问题哈。我们要用的一个东西呢，叫做 Cloudflare AI Gateway，它是 Cloudflare 官方提供的托管服务哈，完全免费，不需要你写一行的代码就可以实现统一接口、设置限流、查看日志这些功能哈，甚至还可以自动缓存，可以直接帮你审 token。首先登录你的 Cloudflare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里面往下面找到 AI 这个大分类哈。点击展开，然后再点击里面的 AI Gateway， 进去之后直接点击创建自定义 Gateway， 随便取个名字。接下来是重点了哈，这里有2个开关，缓存响应必须把它打开，只要打开它，以后你在客户端里面问过一次的问题，如果再问一次的话，这个 Cloudflare 呢，它就会直接从它的全球边缘节点把缓存结果丢给你哈，完全不需要再去请求 AI 提供商了。这个就直接省下了100%的 token， 重试请求也打开哈。如果某个免费的 API 突然因为请求太频繁卡壳了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重试，你可以自己设置重试的时间还有这个次数哈，然后点击创建，创建好了之后进入到这个网关的详情页。现在我们需要拿到连接这个网关的钥匙还有地址哈。点击页面右侧的创建令牌，随便给这个令牌起个名字。然后点击下面的创建，这个时候屏幕它就会出现一长串令牌了，直接把它复制保存到你的记事本里面去。接着在当前页面找到端点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一长串地址，把它也复制保存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填到客户端里面去的自定义 API 地址。点击提供程序密钥这一栏哈，这里就是我们要把各家免费 API key 填进去的地方哈。现在我就要把这个市面上能白嫖的几个主流提供商的 key 给它添加进去哈。Cloudflare 它默认支持谷歌 AI Studio 啊、Grok、OpenRouter 这些东西哈。如果你想加谷歌的 key 呢，直接在列表里面找到这个谷歌 AI Studio， 把你的 API key 获得的哈那个填进去，密钥别名保持默认。同样的方法，把 Grok 和这个OpenRouter 的免费 key 呢也通通给它丢进去。有些朋友在添加密钥的时候可能会碰到报错哈，提示存在相同的名称啊，这是因为你之前可能创建过同名的配置了。直接点击控制台里的机密存储，把那个重名的配置给它删掉，再回过头来重新添加，就能够一气呵成。如果这个默认列表里面它没有你想用的提供商怎么办呢？比如这个桑巴诺瓦哈，他们现在给新用户提供$5的这个免费额度，跑这些模型还是可以用很久的。回到 AI Gateway 的概述页面哈，在右下角找到自定义提供商，点击配置，点击添加提供商，名字呢你就随便填那个提供商的名字嘛，别名哈填个全部小写的英文名字就可以了。URL 这个千万不要乱填，每一个自定义提供商的 API 基础端点地址它都是不一样的哈，你要去官网里面找，或者直接在谷歌上面问。填进去之后点击创建，回到刚才添加密钥的页面，把 key 也填进去绑定好。现在你手头上的免费 API 密钥应该已经被整整齐齐装进来了哈。有了这一套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们接到常用的客户端里面去。我就以这个Cherry Studio为例哈，点击设置，切换到模型服务，点击最下面的添加按钮，这个提供商名称你随便取一个啊，比如就叫个 Safe Gateway 免费啊。提供商类型呢，这里必须只能选择 OpenAI 的类型哈，哪怕你里面装的是 Gemini 或者 Cloud 哈，因为 Cloudflare 它已经把它们在网关层面全部统一封装成了标准的 OpenAI 格式哈。API 密钥就是刚才在 Cloudflare 创建并且保存的那一串令牌粘贴进来，地址就是 Cloudflare 的端点地址，把它也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之后，先不要点刷新模型哈，仔细看这个地址的尾部，必须从插贴这里把最后面的尾巴删掉才可以哈，斜杠也不需要，不然的话它获取列表的时候或者调用的时候啊，这个客户端它会报错连不上。配置好了之后，点击获取模型列表，你会发现一瞬间拉出来了成百上千个模型啊，不要乱添加，很多模型它是收费的，那么稍微点一下你的额度可能就没有了哈。我们要针对性的去精准白嫖。比如我就在 OpenRouter 的官网摸了个底哈，点击模型，然后在搜索框里面输入 FREE 这4个字母，
免费的意思哈。这个时候就会把当前所有零成本无门槛免费试用的模型全部给它列出来，其中就包括谷歌最新性能最强的开源双雄之一解码4哈。回到客户端直接搜索解码4啊，找到归属于 OpenRouter 提供商底下的这一个，点击它旁边的加号添加进去。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所有的免费模型都给它添加进去哈。然后点击旁边的检测按钮，看到屏幕上弹出绿色的勾勾，那么就代表通了。我们回到聊天框，把模型切换成解码4，随便发送一句话问候一下哈，它这个模型呢就非常流畅的做出了回复。切回到 Cloudflare AI Gateway 的控制台，我们点击日志功能，你会看到刚刚这一次请求已经完完整整的被记录在了这里哈，状态是明显的绿色，代表成功。点进这条日志，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请求题，就是你发送的提示词，还有响应题哈，这个 AI 回答的代码。这里顺便讲一下哈，当你给 AI 发送第一条消息的时候，如果你回去看 Cloudflare 的日志，你会发现这个客户端呢，它实际上并没有只发送你刚刚打出的第一句话哈，它悄悄把你刚才发的第一句话以及 AI 刚才回复的第一段话全部打包作为上下文一起发送了出去哈，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免费 token 额度用的飞快的原因。如果你想节约一点呢，点击编辑找到上下文这个选项哈，客户端它默认通常设置的是5到10啊，这个就意味着每一次聊天它都会强行打包最近5到10条消息哈。如果你只是想做个简单的单次任务查询，完全可以把它改小，改成2或者3哈。这样可以帮你省下超过一半的 token 消耗，让你免费的额度活得更久。刚才我们把 API 密钥的问题解决了哈，但是如果你想进一步去玩那些能够自己分析网页，能够自己建站，甚至能够自己在终端里面运行代码并且调试的 AI 智能体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Payday 哈，它是一个浏览器的扩展，可以零成本获得一个带 Netflix 虚拟机的 AI 智能体。首先把这个项目下载出来，然后把它解压缩，打开你平时最常用的浏览器哈。这里我就以谷歌的这个浏览器为例，在地址栏直接输入这个命令，然后敲回车。第一时间把右上角的开发者模式的开关给它打开，然后点击左上角的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哈，在你刚才解压出来的项目文件夹里面，找到一个名字以字母 E 开头的文件夹，它叫做扩展。不要点进这个文件夹哈，是直接选中它，然后点击选择文件夹。你会发现这个浏览器的扩展栏里面呢，它就多了一个 Payday 的标志哈，这个图标部署已经完成了，没有 Docker 没有命令啊，就是这么简单。第一次点击运行，它会强制要求你注册一个密钥，直接调用你电脑原生的安全硬件哈，或者浏览器的密码管理器。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因为 Payday 它是个完全本地化零后台的这么一个东西哈，你的所有 API key 还有那些重要的数据都保存在浏览器本地的。这个密钥就是用来给你加密的哈。整好了之后，把行走指引这些全部点击跳过。进入这个主界面之后，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设置，在模型配置这里哈，提供了2种互补的方式，一种是云端密钥和本地模型。我先把这个 OpenRouter 给它接上去，先获取一个免费的 API key， 然后粘贴进来，点击保存，你就会发现它瞬间同步了几百个云端模型哈。依然搜索我们的老朋友解码4啊，31B 把它勾选上。我再来接入本地欧拉玛哈，功能强大，体积小，不需要你有昂贵的独立显卡，只要你的电脑有16G 的内存就可以流畅的跑起来。首先要添加一个环境变量。在用户变量这里哈，点击新建，变量名呢就填这个欧拉玛哈，大写的字母啊，值呢就是这个值，照着填就可以了。然后点击保存，重新打开欧拉玛，这个时候 Payday 它就会自动的连上你本地的欧拉玛，不需要你手动填任何地址哈，完美的融合。现在你就可以用它来抓取新闻、启动虚拟机、设计应用，还可以看网页了哈。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哪里出错了，就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了都会回复哈，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